大家好哈，我是黄胜腾医师哈，那么是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的教授，也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中医部的部主任哈。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题目叫做中医智能处方系统。那么这个中医智能处方系统基本上是由中医部的一些医师，还有大学的一些学生哈，一些实习医师大家一起合作哈，然后跟这个北医团队来完成了这个中医智能这个处方系统哈。那这个基本上的主要的成员是大概就是我们附设院中医部的我本人黄维德医师、欧世成医师及这个洪浩修医师哈，以及台北医学大学的大数据科技及管理研究所的洪辉君教授及张静文同学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研究团队哈，研究的团队。那讲到这个系统的建构跟这个开发的流程，那可能要开始先讲一个故事哈。那当然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个科学中药哈，现在健保几乎也是以科学中药为主。那科学中药基本上是药粉，那么它呢很多大概就是有一些赋形剂等等的哈。那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呢，基本上都是用传统的处方比如说你一个食物汤在里面当归几钱这个熟地几钱大家以前过去的教育是这样。那么现在因为现代科学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就是很多都是用这科学中药是属于药粉的携带方便储存也方便等等那当然也衍生很多的一些跟实际临床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想到来开发这样一个系统。那当然一开始要开发这个系统的时候，当然要做很多的一些工作。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很多的药证，因为这些资料我们这个是等于一个大数据的一个资料的整理。那这些数据呢，基本上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在台湾卫福部的中医药师他所提供的一个中药许可证那这些资料我们必须这些药比如说顺天堂它的一些品项比如说补中益气汤啦等等，它必须要有药证那它药品名处方号还有它的处方的成分，那把这些数据做一些整理。那同时我们也用一些典籍的东西那来看那所以基本上大家就一开始要必须做很多的这个资料的一些清理的工作。那这些清理工作做好之后，然后再开始来建立这些关键字的一些词典，然后开始来做一些视觉化的一些系统的一些架构那这个就必须要完成一些软体完成一些软体那这些软体完成之后，逐步来完成了这些这个数据的一些分析还有验证的一些数据然后看看这个系统，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是否是可行的那同时要建立一些系统的一些伺服器，那到时候可以一些连接所以事实上这整体的工作也不是说只有我们中医部门的医师可以就能够做得完那包括我们要结合一些资讯的人员，也就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洪慧君老师他们这边那完成这些之后呢，我们当然就可以让在临床上来利用那么让开方的医师呢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软体系统等一下我们就是要介绍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软体系统它如何的这个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在临床上如何去提供医师的一些如何去运用这些东西那大概就是我们这个的一个整个的开始了那我们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花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把这个系统呢建构起来还有这些开方流程建构起来。那这样的一个也大概我们目前已经申请了这个专利专利也已经通过那么基本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软体它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功用跟它的好处。那基本的一个介绍大概就是说有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你方药的选择跟剂量的输入那么第二个的话，它的药物的组成跟浓缩前的一个真实剂量，我们可以用这个长条图跟方块图呢来做一些呈现一些视觉化的呈现。那另外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药物的组成来做这个复方相似的一个排行榜。然后最后一个还有就是它真实剂量的长条图那每一个方剂每个方药的一个真实剂量，它可以在这个电脑上呈现一个视觉化的一个表现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的方药的这个输入跟剂量的一个输入那方药输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输入了5个
那个方子比如说有输入了这个清心莲之饮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剂量就是2克。那第二个方子我们输入了八正散2克。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输入了一贯煎也是1克然后小健身汤1克以及大柴胡汤2克。那当然这个就是 random 了那临床上事实上我们很多的医师处方也是类似像这样很多的叠方那当然这叠方包括了复方，也包括了单药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因为有这里面5个的方子，那么这5个方子呢，它在这我们电脑里面很快就去做一些运算。那这些运算里面，它就把这些所有的方子里面的一些组成它会在这个利用这个长条图来呈现那而且它会告诉你在每一味中药的一个真实剂量那比如说我们开的这个2克，那么这里它大概就生药大概可能就是在这个柴胡它可能大概就是有 1.6 克。那这个是指它经过电脑换算之后，它真实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生药的这样的一个克数克数。那这是一个长条图。那么再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画面呢是一个这个方形图方形图那方形图就如果它的面积越大，就代表它这个这个药物在这5个方子里面它是占最多。比如说可以看到半夏、柴胡这是最大的，它都是到了这个 1.6 克到 1.6 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长条图跟这个方形图呢来呈现它这个整个的一个药物的组成，还有它浓缩前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剂量。那这些药物我们刚刚看到的5个方子5个方子事实上它药物事实上是20几味我也没有特别去记它。那么它这时候它就会根据这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来这个做一些排行。那当然你像清心莲之饮八正散它是有8味药的，那么它可能有哪些方子呢会跟这些药里面它会呈现的，那么它这个电脑它就会自动的来告诉你自动的告诉你那这个就是复方相似排行。那当然它就会帮你去做一些选择啦做一些选择。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方子之后假设我们这里是一个清心莲之饮，那么清心莲之饮基本上它有这个9个药吧，9个药对。那9个药里面，它就是每一个药假设这是1克那么它的这个药它就会跟你告诉你比如说这个黄芪茯苓那么它就是有生药的浓度大概就是 0.5 克。那这个横轴就是指这个真实的剂量，就是我们所谓的原生药的我们一般的所谓饮片的真正的这个克数克数好，那我们这个智能处方系统它有什么样的技术优势呢我们要先讲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因为各个在台湾有各家不同 GMP 的厂商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薄荷，那么薄荷呢在这些厂商里面，它有这个晋安、有港香囊、有顺天堂、有天一、有信鸿。那么它每一个的成分的处方每一个成分的处方基本上都是薄荷是没有错。可是事实上它从处方制成一个净膏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家的厂商它的制作的一个技术它的浓缩生药净膏比例可以看到它是不同。甚至因为我们科学中药这个都是药粉，基本上它必须要有赋形剂来让它变成一个粉末状或是一个颗粒状的东西。那可以看到这个赋形剂基本上它的含量也不同。所以简单讲，它的净膏比跟赋形剂的这个比例的成分，事实上在每家药厂都不同。所以坦白的讲，每一位医师你说真正要去了解到说那它这样的一个比例它变成换算回原来的这个生药饮片浓度，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看是复方，刚刚是用单药，那复方我们就举顺天堂。一本顺天堂呢，它在这个颗粒剂跟它的浓缩散剂，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么它的这个净膏的比例我们就看净膏比例它也不一样，甚至呢它的赋形剂呢，它的成分还有它的剂量也有所不同。那同样是2个不同的，都是十全大补汤，对不对？它的标是十全大补，但是事实上可以看到，那么它的成分跟它的一个组成比例甚至到赋形剂的这个都是有所不同。那更难说在其他，包括比如说如果是明通盛昌，那这个差别就更大。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差别，所以你事实上我们很难很难知道说今天我开了3克的十全大补汤，到底在生药里面都有多少的这个
影片的一个量，事实上是对一个临床医师来讲，事实上它是有它一定的难度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大概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说它有几个的技术上的优势哈。第一个就是说，它不清楚浓缩前的原始剂量。那么，因为我们中医的一个学习，在学校的教育，甚至我们在书上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浓缩前的剂量，浓缩前的剂量。以前我们都是开一个方子，开个方子，这个补中益汤黄芪几钱，生麻几钱，柴胡几钱等等。那么现在开一个补中益汤，假设开个5克，事实上你先问我到底黄芪几钱，事实上不知道，因为这个太难了因为你如果可能是今天是圣天堂的，可能跟盛昌的跟党香兰的事实上又有所不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剂量不同，当然它疗效的一个掌握度上就会有一定的困难度。那么所以呢，透过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软体透过我们的智能处方系统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换算，剂量的换算，它可以将浓缩药物换回到浓缩前原始的剂量，而且它可以用这个方形图啦或者方块图，用视觉化，让你很快就可以 catch 到你这个到底是浓缩前原始剂量是多少。那么同样的，还有像一些同一处方内不同这个复方的药物的重复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就是把一个方子当做一个 item 一项这样开，那所以事实上在复方里面叠方的情况，事实上我们都常常是在临床上是常常看得到的。那这时候你很多的药物就是我们讲这个单一影片的一个药物的时候，它的等一下我们后面会举例那药物就可能会过量，或者说品项过多。那品项过多，你这个每项要调剂的这个药物过很多的时候，事实上它是会浪费了这个调剂的人力跟这个药材那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智能处方系统呢，那么根据你所开出来这些，它会给你一个精简处方的这个建议帮你找出最佳化的复方单方的组合。那当然这个是给这个临床医师的一个参考并不是说绝对。比如说绝对你一定要照这样但是我们可以提供很快用电脑的运算，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告诉你当你列出来的时候，可能不到20秒时间，它已经帮你通通给你换算出来那哪些你这个药你这个处方下来是有哪些药，那这哪些药里面它有几克生药的量那甚至它可以说你可以怎样开会比较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精简处方上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优势，也提供临床医师的一个参考。那同时我觉得也可以给这个未来在学校学习的中医学习方剂中医学习的学生提供一个就是从学校开始就可以知道这样一个系统的一个他可以去了解甚至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软体系统可以去做一些知识上的学习好，那再来讲到我们这个功能的展示那么在功能展示，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剂量及时的换算剂量及时换算。比如说你这个有十全大补汤1克，还有薄荷1克，那么它可以进行这个剂量的换算的操作的页面那么事实上你薄荷1克来讲的话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是用的是它是有卫署字号的这里是没有标示是哪一家厂商，那我们基本上是以卫署字号为主那么这个卫署字号的薄荷呢，那么它1克呢，事实上是等于是我们原来生药浓度2.667克的传统薄荷中药材所制成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右边这边那它把这些十全大补汤这个批号的十全大补汤所有的组成它都 list 出来1克的时候，那么薄荷它这也呈现出来那薄荷它有2.667克，那么人参0.333，北芪有0.333克等等。那么这边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所谓的安全剂量那超过安全剂量安全剂量我们基本上是参考中药本草这本书作为我们的一个标准作为我们一个标准。那当然超过，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讲，那超过的时候它这里就会秀出来那这是剂量的及时换算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处方的及时的精简及时的精简那就比如说我们这里随机啦应该说随机开出了20种的单复方的输入，那么这时候他就分析到说，这个20笔的复方里面，它可能就是有48种的药物那我们刚刚讲的这48种药物，它这个我们电脑它就会告诉去跟你做一些排列组合，哪些方这里面哪些方，就刚刚前面可以看到的复方的一个排行榜那这时候它这个这20味精简的药物呢，它通过的这个运算通过了这个软体的运算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这个原始处方的20味的一个药物精简到成为16味
它是提供一个参考。那当然你看，如果是20味药减少到16味药，那么在都是一样的药物都是一样的药物但是呢在这个药师或是技术员他们在配药的时候，事实上就少了你每一个药你可能就要去就是取药啊等等，取药配药这样的话，那就少了4道的一个，就等于少了4味药的一个工作的程序了好，那再者呢，我们来看就是安全剂量的监测我想中药也是要注意，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当过量的时候，它会不会有一些毒副的作用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大家都认为说中药是比较平和的比较安全的基本上是比较没有毒性的，是没有错。可是我想还是要注意，还是要做。比如我们这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今天一个临床医师他开了川穹茶调散，有开了9味羌活汤、小青龙汤、独活寄生汤。那大家知道这4个方子里面呢，通通都有细辛但是我想大概临床医师你也很难去记到说它每一个方子里面它的细辛到底它的含量的克数是多少。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说我们随便给他一个比如说川穹茶3.5克，9味羌活汤3.5克，小青龙3.5，独活寄生3。那你开这样的时候可能是不会超过，可是当你如果又再加重一个细辛1.5克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处方，它这里就跑出来细辛它就总剂量就变成了6.1525克。那在毒物本草里面，它的安全剂量是写6克，那6克的话，它就是超过这个剂量。那超过这个剂量的话，事实上我们的这个系统它就会出现 highlight 成一个红字那就会可以提醒你这个细辛已经超过了那你是不是要注意要注意。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毒物剂量的一个显示了那我们的技术科学跟这个验证的一个数据那再来就是看到这个细辛细辛你刚刚我们延续前面讲的，那么细辛如果你假设你开这4个方子川穹茶调、9味羌活、小青龙跟独活寄生的时候，那么事实上这个细辛它的一个总量事实上在2点多克，那远小于它的安全剂量的6克6克。可是当你如果说假设我今天过敏，我细辛又加重了，或头痛我加重了这个细辛，那么事实上你再多1.5克的时候呢，事实上细辛就变成6.1525克，那事实上就超过在毒物本草里面它的安全剂量的6克那这时候它就出现这个红字的一个警示那我们知道细辛一般的安全剂量每天服用的克数大概2到5克因为它主要它有一些毒物的成分，包括一些乌药碱黄樟醚那这些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心律失常所谓心律不整，或者说一些不要造成一些致癌的一些现象，所以细辛在长期使用还是要注意那比如说像我们常常知道的马兜铃酸事件这也是在中医广为被讨论的那像这个都是要注意，就是毒物剂量的一个分析那这是临床上是要特别去留意的那另外的话，大概就是调剂时间跟它的这个成本的分析。那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因为当你如果刚刚我们前面看到，如果从一个20味的品项，我们这个系统它可以告诉你说，那你这个可能不用到20味药，你可能只要它可以帮你计算说，那这只要16味药，跟你的20味药开了20项的这个药品的时候，事实上它2个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少了那个4个一个调剂的一个动作4味药的调剂的动作那我们就以我们中国医药大学附设院我们的中药局这边那我们这边的临床药师平均每位临床药师每个月要调剂1541笔的处方那我们也给他算了一下，我们一个临床的中医师平均每一次在开这个科学中药的处方的时候，大概平均每笔处方大概要有8.36个药材的品项8.36药材品项那如果这些，因为这时候你药材你配更多次药材，你药材事实上它都会散失在这个空气中嘛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每笔处方调剂的时候，因为飞散的这个损失的药粉大概每调一次大概损失大概1.06克那平均每一品项损失的话，大概损失到我们给它估算过，大概是0.13元那每药材品项平均是每克是如果是以2.57块来算，那每多调剂一项的话，大概可以损失
大概0.326克。那当然这些的资料我们都以我们中国医药大学附设院中医部还有中药局我们这些的资料为主，我们来做一些换算。那这样换算下来的时候，就是说这样的话，大概每年可以减少这个2312万元的药材的浪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你要配药，一定要药师去调剂嘛，去调剂。那我们也给他算了一下，那每少一个品项的平均可以减少调剂时间大概是0.24分钟。那这样算下来的时候，每位药师他每月可以节省大概6.2小时的一个工时。那如果每位药师每月平均这样的话，可以多产出大概2131块的价值。那当然有些可能是请技术员配药的，那技术员他本身他的工资呢，他就比较低，那大概在1162块左右。那所以如果你这样换算的话，那大概如果是以每位药师来讲的话，那这个人力工时的一个节省，大概可以多的这个9817万的这样的一个产值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力的一个节省可以节省到这么多钱。那如果是换算这种以技术员的这个薪资去算的话，大概有5353万。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说，这个是以我们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部附设医院我们附设医院中医部的这些医师跟药师的这个我们的数据所做的一个统计所以呢，我们可以讲我们这样的一个处方系统基本上中医智能处方系统那当然就是方药的选择输入剂量在临床上，我们是希望它能够落实在临床上，同时也是在这个教育上也能够提供一些帮忙那么在这个它的好处有哪些那第一个在真实的中药的剂量，复方相似的排行榜，刚刚这我讲过了它附加价值有这个过量中药的警示那最佳复方的药物的组成及精简处方的推荐。所以我们这里认为我们的中医智能处方系统有这几个的一个比较我们认为是比较 unique 的地方。第一个剂量换算，第二个精简的处方，第三个提供用药的安全，还有界面的一个视觉化好，那它的临床价值，那这我就特别讲一下因为刚刚我这样很笼笼统统的跟大家做了这个介绍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可以从右下角这边开始看起那就是第一个真实剂量。我想这个是对一个临床医师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甚至一个中医学院就是学习中医的人来讲的话，那么医师要掌握真实的一个剂量系统。那么这样你才能够使你的开方更为精确，而且可以提升这个疗效那但是这个真实剂量在科学中药的这个时代，事实上如果从要换算回到原始的一个生药的一个剂量的时候，事实上有它一定的难度。我想这个必须要借由软体系统来做一些帮忙。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刚讲到了，它可以节省这个调剂的一个人工的一个成本那还有就是因为药物安全毒具药物，那这个我想是在中医也是常常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要认为中药它就没有这个完全没有毒性，这个是凡药嘛，它一定必然有它的一些作用，一些副作用那这个副作用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毒那药就是毒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概念那当然这样情况下也可以调节这个节省这个调剂的一个药材的一个成本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这样系统的开发如果能够普遍应用的时候呢，可以为中医界可以带来一些这个潜在的一些产值我们给它估计大概在2.4到3.6亿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一个产值大概这个是我们的认为的一个我们这个系统智能处方系统的一个临床的一个价值那因为我们做这些的一些研究然后也做出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去参加一些参展跟一些比赛了那么我们很高兴，就是我们在109年在拿到第10届的一个国家新创奖的一个殊荣那另外的话，在去年我也拿到了这个中医药师卫生福利部的这个预阶奖那我们的这个奖项，我的部分是属于创新奖项是属于创新奖项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所以我们也获邀参展这个台湾医疗的一个科技展还有获邀参展这个亚洲的一个生技展好，那谢谢大家那我以上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汇报那会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那谢谢大家。